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一副不公平的模样？有些人哪怕天天躺平，好运却像长了眼睛似的，精准砸中他们。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现身，绝境里也能凭空生出一条路。而另一些人拼尽全力，善良本分，起早贪黑，却像被霉运死死黏住，喝凉水塞牙，走路踩坑，越是努力越是跌得惨。你是不是也曾在深夜里反复问自己，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还是这世界本身就是一场被操纵的游戏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在2500年前就被一个人看透了，他叫乔达摩·悉达多，后来人们称他为佛陀。他用一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揭开了命运底层的代码。他说，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、机遇好坏、命运轨迹，从来不是随机的掷骰子，而是一个你每天都在使用却从未真正注意过的隐形杠杆在起作用。古人称它为心念。而在今天这个量子力学和资讯理论横行的时代，我更愿意给它一个现代名字：频率。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宇宙法则，以及一个被深藏在千年古刹里的秘密。在我继续拆解这套足以改写命运的逻辑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类探讨生命本质、追求自由和智慧的内容对你有用，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，顺手点个赞。古人没有频率这个词，但他们观察得极其细致。那些修行有成的得道高僧常说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气，你仔细去感受生活就会发现，有的人身上的气是清透的、明亮的，靠近他就觉得舒服，心里亮堂堂。而有的人哪怕穿金戴银，你一靠近就会感到一种无名的压抑、浑浊，甚至想逃离。这股气从哪来？不是吃出来的，也不是穿出来的，它是从你每一个念头里流淌出来的。你在心里默默骂了老板一句，你的气就浊了1分；你在地铁上对一个老人投去善意的目光，你的气就轻了1分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会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这不是宿命论的恐吓，这是最基本的因果逻辑。你今天的处境，不管是负债累累还是家庭美满，都是你过去所有念头加在一起的总和。而你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你现在这1秒钟大脑里正在运行什么程式。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这个法则在现实世界中怎么运作，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宋朝年间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绝望、觉醒与重生的经典案例。北宋至和年间，江南清溪镇有位铸剑师叫慕容铁，3代手艺远近闻名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然而命运骤变，他押送500把钢刀北上，半路遭流寇劫杀，货物全失，自己摔断手臂捡回1条命。回来后又发现2掌柜卷走了库房所有钱财，债主同时上门逼债。短短2个月，慕容铁从受人敬重的大师变成了破庙里的穷光蛋。妻子带女儿回了娘家，他一个人躲在破庙里，满心怨恨，恨流寇，恨2掌柜，恨债主，恨老天不长眼。一个冬夜，大雪封山，一位采药老人推门进来，递给他半壶酒和1块钱粮。老人指着他旁边的池塘说，你听过新湖吗？那口塘夏天水清见底，现在结了厚冰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天冷是外因，内因是水自己没了流动的劲儿。你心里也有一片湖，现在也冻上了。老人留下16个字，冰湖之下有活泉，温度未至，不得其源。说完消失在风雪中。当夜慕容铁梦见自己站在冰湖上，听见冰层下传来咕噜咕噜的水声，还有温暖的光透上来。醒来后他更加烦躁，债主依旧上门骂他。一天他跑到镇外那口池塘边，对着冰面破口大骂，什么活泉，什么温度，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。骂完趴在冰上大哭。这时一位提篮子的老妇人走过来，递给他热炊饼说，心是热的，坐哪都不冷。老妇人告诉他，自己年轻时也苦得天天骂老天，后来遇到一个行脚僧说，你心里的温度决定你命里的春天。骂不动了，心里空出一块地方，反而开始长感激，长力气，日子慢慢转过来了。临走时，老妇人指着远处大山说，那里有个清风庵，老尼姑会告诉你什么叫温度。慕容铁决定进山，走了20多天，
脚磨破，肚子饿，但疲惫反而让脑子安静下来。路过一个小山村，一位瞎眼老婆婆摸索着给她倒热茶递红薯，她捧着茶眼眶红了，想起自己有钱时嫌乞丐脏，如今一个比他穷100倍的人给了他最纯粹的善意，那一刻心里那层厚冰裂开一道缝。第6天，他在浓雾山谷里听到清脆铃声，穿过竹林找到了悬崖上的清风庵。老尼姑坐在梅树下说：等你很久了。慕容铁跪下问：到底什么是温度？老尼姑折一枝梅花给他闻，梅花为什么能在雪里开？因为他心里有春天，他不等春天来了才开，他自己就是春天。你心里的那团火灭了，就是冰湖，那团火着了，冰自然会化。恨和怨是最冷的火，真正的温度是感恩、慈悲、平静，愿意给出去的那份心。老尼姑教他3个字：看、转、给。看是觉察，恨的念头起来时，你不跟着跑，只看着它，它就散了。转是转念，恨念散了，立刻种进一个温暖的念头。比如那流寇也许也有苦衷，这样频率就从低频转向高频。给是布施，哪怕穷得吃不上饭，也可以布施一个微笑，一句好话，一个善意的眼神。越是匮乏的时候越要去给，因为那是向宇宙宣告我是丰盛的。慕容铁在庵里住了7天，第1天恨念多得吓人，但他每次对自己说我看到了，恨念就弱了几分。第2天试着转念，胸口居然松了一下。第5天扫地时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暖流，没有理由，就是春天一样的温度。他知道冰开始化了。辞行时老尼姑说：看住心，转过来，给出去。慕容铁转身下山，再回头时，清风庵已不见，只剩云雾中的老梅树。他对着虚空拜了3拜。回到镇上，慕容铁变了，寨主骂他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怒火，然后转念，他们也不容易，不但没骂回去，反而倒茶说好话，帮干体力活。他还开始给，没钱但有力气，帮邻居修屋顶，扶老人，分半块饼给乞丐。每次给出去，心里就涌起暖流，觉得自己特别富。1年后，一位元老客户找他打农具，先付定金，他用心打出来，锋利耐用，价钱公道，口碑传开，生意一点点回来。3年后，他还清所有债务，重新开了铁匠铺。一天，他带女儿去郊外，路过当年那口池塘，春天到了，冰已化尽，池水清澈温暖。女儿伸手撩水说：爹，这水是暖的。慕容铁把手伸进水里，终于彻底明白了，冰湖之下有活泉，温度未至，不得其源。活泉一直都在，是他的心先暖了，冰才化的，冰化了，水才流的，水流了，活泉才涌出来。故事讲完了，但我想跟你探讨的才刚刚开始。《楞严经》里有句话：狂心若血，歇即菩提。什么意思？你那颗每天焦虑、抓取、恐惧的狂乱之心，如果能停下来，那个停下来的当下就是觉悟，就是高频状态。我们现代人其实都活在慕容铁最开始的那个状态里。我们以为努力工作、拼命赚钱就能改变命运，但这只是在实体层面是蛮力。如果你内在的频率是匮乏的、恐惧的，你赚再多的钱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流走，或者你根本守不住那份财富，因为它和你内在的频率不匹配。正如那玩宝典里一直强调的，财富是副产品，快乐也是副产品，它们是你内在状态对外的投射。你不需要去追逐蝴蝶，你种好花，蝴蝶自然会来。那么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，我们要怎么把这套古老的智慧用到日常生活中呢？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去深山老林找消失的尼姑庵，我给你总结了4个马上就能用的实操工具。第1个工具，闹钟觉察法，这是最简单的入门方式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每天在想什么，就在手机上设个闹钟，每隔2小时响一次。闹钟一响，你立刻停下手里的事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刚才这几分钟，我的大脑里在播放什么画面？是在担心明天的会议，还是在后悔昨天的吵架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90%的时间都处于无意识的负面念头中。这个动作就是在训练你的原认知，把你从无意识的沉睡中唤醒。第2个工具，转念练习，也叫频道切换。比如你堵车了，
第一反应肯定是烦躁，又要迟到了。这时候觉察它，然后立刻转念。你可以想，太好了，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听完这期播客，或者我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，可以放松一下。这不仅仅是阿 Q 精神，这是在主动选择你大脑的输入信号。你把抱怨的低频信号切换成了学习或放松的高频信号。第3个工具，微型布施。别再说你没钱没时间了，今天出门给电梯里的邻居一个微笑，给外卖小哥发个2块钱红包，并真诚地说声谢谢。在网上看到好的内容，点个赞，留个言，鼓励一下创作者。这些微小的善意就是在向宇宙发送信号，你越给越会觉得自己富有，这种感觉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燃料。第4个工具，感恩日记。这是提升频率的核武器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在这个大脑最容易接受暗示的时候，想3件今天发生的好事，哪怕只是午饭很好吃或者天气不错。感恩的本质是把你的关注点从我没有什么转移到我拥有什么。当你聚焦在拥有上，你会吸引更多的拥有。我知道听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说，那玩意儿，这听起来太像心灵鸡汤了，真的有用吗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不是鸡汤，这是对你人生作业系统的重写。但有几个误区我必须提醒你，否则你很容易半途而废。第1个误区，急于求成。很多人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明天就想中彩票，如果没中，就觉得这套理论是骗人的。朋友，改变频率需要时间，就像健身一样，你不可能去一次健身房，第2天就长出6块腹肌。你的业力习惯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，你得给新城市一点运行的时间。别急，但别停。第2个误区，交易心态。千万别抱着我想发财，所以去布施的心态。宇宙的演算法很精明，它看的是你的发心。如果你是带着功利心去做的，你的频率其实还是贪婪和匮乏，这不仅没用，反而会起反作用。真正的布施是无相布施。我做这件事仅仅因为它本身是美好的，我做完就忘了，不期待回报。悖论就在这里，你越不期待回报，回报来得越快。第3个误区，只修心不干活。这也是很多灵性圈子的问题，躲在家里冥想，以为光靠打坐就能显化豪宅。错了，心是导航，行动是车轮。你调整好了频率，看到了机会，你还得必须去行动。慕容铁也是靠一锤一锤打铁才翻身的，但他打铁的状态变了，以前是焦虑的打，现在是喜悦的打。频率对了，行动才会事半功倍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比喻来总结今天所有的内容。想象你的人生就是一台收音机，这个世界有无数个频道同时在广播。低频频道里播放的是恐惧、愤怒、嫉妒、匮乏，大部分人的旋钮都卡在这个频道上，生锈了，所以他们听到满世界都是噪音，觉得人生就是受苦。而高频频道里播放的是爱、喜悦、创造、丰盛，这个频道一直都在，信号一直很强。觉察就是让你意识到，天哪，我怎么一直在听噪音？转念就是你伸出手握住那个旋钮，用力把它转动。布施和感恩就是润滑油，让这个生锈的旋钮转得更顺滑。那个旋钮始终在你自己手里，没有人能强迫你听那个痛苦的频道，也没有人能替你转到快乐的频道。上帝不掷骰子，他只是把收音机交给了你。2500年前，佛陀看穿了这一切，但他不能替你走路。今天我把这个关于频率的秘密拆解给你听，不是为了说教，而是希望你在某一个深夜，当生活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能想起那个在冰湖边痛哭的慕容铁，想起那句冰湖之下有活泉。别骂命了，命听不懂，去改频率，频率就是你的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哪怕有一瞬间的触动，或者让你觉得那个旋钮松动了一下，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，点赞并分享给那个你觉得正处在低谷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。